大家好，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，让不少人再次关注到葛西和刘吉手这对曾经的夫妻。因为宠物狗重病一事，以及直播中的一些情绪表达，舆论又一次被点燃，也引发了大家对他们过往婚姻的讨论。还记得当初一起追《再见爱人4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一边看一边替他们着急，每周更新都像在参与一段关系的走向。节目结束后，两人也确实走向了各自的生活。离婚之后，葛西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在慢慢调整，内容创作也比较稳定。而刘吉手这边，偶尔刷到他的直播片段，依然是熟悉的搞怪和幽默，有时也能给人带来一些轻松的片刻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脱离婚姻之后的他们，似乎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继续生活。如果只停留在这里，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各自安好，也未尝不是一种体面的结局。但这次的导火索是他们共同养了10年的狗狗被确诊为恶性肿瘤。葛西在3月20日的直播中提到这件事时，情绪明显失控。他更在意的其实不是责任分配，而是在面对这样一个对双方都重要的生命时，情感上的回应没有对齐。这种在意的点不同，某种程度上也让不少人联想到他们婚姻里曾经存在的沟通落差。对，就是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好事，而且，我那个医生在跟我说，那个我们家狗如果说是肿瘤的话，可能就3个月到1年，我已经很难受了。我跟他说，可能如果是那种不好的东西，他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哦，那如果是那个东西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我整个人就炸了。然后他就接下去就开始说他什么牙齿拔了。我说你可以说这个事情，但你不要在我这个时候你跟我说那个事。然后你这个粉丝还来说我，他不是说，就我可以理解他自己很难受，我也没有让狗给他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一点我得说，就是我把那个就是账单，就是我也不管他，我也不跟他说你带狗，我就把狗体检，因为我们现在狗你们也知道体检都很贵，我就直接扔给他，我说这账单一人一半，他也把钱给我了，这倒是真的。不是这个事情，不是气说那个粉丝气我，而是我在想说，就是你在说一件这个事情，而且这个狗我们已经养了10年了，然后我在跟他讲这个事情，他跟我说什么他牙齿肿了，什么很昏睡一天，我觉得哎，气死我了。这里我蛮能共情葛西的。医生判断狗狗如果是恶性肿瘤，可能只剩3个月到1年。对于一个陪伴了10年的小生命来说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承受的事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吉手，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情绪上的倾诉和求回应。但对方的第一反应是那也没办法，随后又把话题转到自己拔牙的事情上。这种回应本身未必带有恶意，但在那个情境下，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种没有被接住的落差。葛西后来也说得很清楚，他并没有在责任上为难对方，比如费用也是1人1半，对方也承担了。但让他难受的点，其实不在做没做，而是在有没有被理解。很多关系里的矛盾，往往就卡在这里。一个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，期待的是共情和陪伴，而另一个人可能下意识选择理性回应，回避情绪，甚至转移话题。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各自都有自己的逻辑，但落在具体的那一刻，就会变成一种很真实的刺痛。网友们也操碎心啊，转头就去直播间问刘吉手，狗狗是不是得肿瘤了？木生是不是得肿瘤了？好像是吧，然后我回了一句，我说他这个岁数，我说这狗这个岁数也到了啊，我说也只能接受吧。然后给我一顿骂，说我这个冷血。我说那我说啥呀？那还得咋说呀？我寻思不就安慰一下吗？我说这狗这个到这个岁数了吧，啊，那就只能接受呗。那我说啊，哎，手术啥呀？狗都法斗12岁了。法斗，我跟你说，活到10岁都难。法斗活到10岁都难，这狗他妈都12岁了，狗都12岁了。
这一段回应其实把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得很清楚，也难怪网友会有这么大的分歧。从刘吉手的表达来看，他更偏向现实导向型，在快速判断事实，年龄到了，品种寿命有限，结果可能无法改变，然后给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接受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安慰，甚至是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表达一旦放进情绪语境里，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冷淡甚至冷血。因为对于像葛西这种更需要情绪回应的人来说，他要的从来不是结论，而是过程中的那一句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尽力让他多陪我们久一点。他真的不知道狗狗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吗？其实都知道的，只是依然会难过，会不舍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有些人用心去感受，去疼痛，去爱，而有些人也许缺乏那颗感受温度的心，他们只能用理智和现实去面对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错位，一方在处理事情，一方在经历情绪。网友之所以操碎心，本质也是因为大家更容易共情到情绪这一端，于是会用有没有温度去评判这段回应。但如果完全站在理性的角度，也能理解他的逻辑。面对一个大概率无法改变的结果，他选择尽快接受现实，而不是沉浸在情绪里。只是问题在于，理性没有错，但很多时候顺序更重要，不是不能讲道理，而是太早开始讲道理。如果顺序反过来，先接住情绪，比如一句简单的那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再去谈现实，感受就会完全不同。所以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多讨论，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，而是它太像我们生活里的很多瞬间，你以为你在安慰，但对方感受到的却是疏离。说到底，这不是谁更好或更坏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在对的时间，用对对方来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。前段时间，葛西在一次采访中再次提到当初怀孕流产的经历，这段过往被重新提起后，也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刘吉手在直播中回应称，自己又因此被网友批评了一轮。那你去做不要这个孩子的决定的时候，你有跟他说吗？还是你就自己毅然决然就去了？我有跟他说，他唯一一次陪我去医院就是去做那个流产手术。所谓的说流产完不是有一个小月子这样子嘛？之后他就是也只是让我喝了一些什么红糖水，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做男生真的很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喝热水可以解决万物，你在小产的时候只是在这个热水基础上多加了一点红糖。说到红糖水的事儿，前段时间给我又挨了一波骂，我没有什么怨言，因为确实是自己年轻时候做的不好。你让我反思我为什么做的这么差劲，如果放到现在还会不会这么做？其实我想了一下，我回想我当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，会做出什么红糖水的事儿。我觉得一是太年轻了，二是太不当回事儿了，就不重视。说白了就是自己的问题，年轻谈个恋爱觉得凑合无所谓，不重视，没太当回事儿，确实对人的身体也好，生理也好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确实失责。没什么说的，自己做错了，年轻时候太狂了，觉得还说无所谓，能咋着呗，太不把这些东西当回事儿了，不会谈恋爱，也不会爱人，不懂得怎么关心人、照顾人，从来没学过，也不会。看个破电视剧就觉得里边那些东西就不愿意学，真的谈过这么多次恋爱，从年轻时候开始谈，一直都没有学会怎么样去爱一个人，怎么样去关心一个人，怎么样去照顾一个人。有可能是自私，也有可能，但你要说是不够爱，其实内心里是挺爱的，但是为什么一做出来总是这么，我还真不是自私。如果说你说我还舍不得买一只鸡吗？你说我舍不得买一只鸡，我还是舍不得买一盒牛奶，我还是舍不得请个保姆，哪怕我就花1万块钱，我请个保姆请10天，上我家来给我做鸡，去东宇辉那买3只鸡，天天在家做，那我也不是差这个钱，就是这个心想不到不重视，没把人当回事儿，没啥可说的，也不是抠，也不是自私，就是不懂不会。你看现在会了，现在会了，只能给自己做了，给自己做个3只鸡汤啥的。我现在真会了，会放点松茸，放点什么，我现在自己会做鸡汤了。你主要是不懂得珍惜，对，总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是理所应当，没必要珍惜，你没必要去爱护，没必要去维护。我想说说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不带情绪。葛西的表达其实很直接，他在讲的从来不是红糖水这件事本身，而是那段经历里被忽视、被轻描淡写对待的感受。小产对身体和心理都是双重打击，他真正在意的是，在那么脆弱的时刻，对方有没有把他当一回事，有没有去理解他、照顾他。另一方面，刘吉手的回应反而是一种少见的承认式复盘，他没有辩解，也没有对抗舆论，
只是反复提到几个词：年轻、不重视、不懂、不会。其实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是没能力，而是当时没有意识、没有认知，也没有把这段关系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很多人会把这样的行为简单归因为自私或者抠，但他自己一直在否认。他说不是舍不得，而是想不到，而这个的想不到，恰恰就是很多亲密关系问题的核心，不是不爱，而是不会爱，不是不愿意付出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付出，所以才会出现一种很矛盾的状态，心里可能有感情，但落到具体行动上却总是缺位，甚至会伤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本质上往往是认知滞后。刘吉手对爱的理解很粗糙，以为在一起就是爱。对本身有爱人能力的人来说，这个并不难，但是有些人的爱是需要学习的，包括照顾、共情和承担。有些人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就容易忽略对方的感受，直到失去才后知后觉，还有情感能力的缺失。有些人确实一路走来都没有学会如何在关键时刻做对的事，所以这段关系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，他现在明白了，但已经晚了。从再见爱人再回看他们的相处，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长期失衡的结构，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。长期的情感忽视、投入不对等，生活和情绪上的消耗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很典型的拧巴模式，葛西一边在关系里不断付出和忍耐，一边又在情绪和语言上持续不满和控诉，行动上没有离开，情绪上却一直对抗，这种内外不一致才是反复拉扯的根源。很多人会觉得换个人就好了，但如果内在模式不改变，比如过度付出、缺乏边界、情绪不断积压再爆发，那很可能只是换一个人，继续重复同样的循环。所以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，不是站在谁那一边，而是看清这种模式。当你在一段关系里长期感到不被尊重、不被理解时，有没有能力去调整自己，比如慢慢收回付出，建立边界，而不是一边消耗，一边期待对方改变。更成熟的选择其实只有两种，要么在关系里找到平衡，心甘情愿的投入，情绪也是稳定的，要么在确认不合适之后逐步退出，而不是在消耗和不满里反复打转。还有一点也很重要，面对像刘吉手这样的伴侣，不要让他猜你想要什么，你需要什么样的关心和在意，是需要被清楚表达出来的。直接说出来并不是降低爱的价值，而是给彼此一个理解和调整的机会。但如果你已经说得很明确，对方依然没有行动，那也说明问题并不在于不会，而是在于不想。这个时候就要学会为自己做判断，关系该不该继续，其实答案也会变得清楚。说到底，一段关系走向哪里，从来不只是因为对方是谁，更重要的是你在这段关系里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，也选择怎样对待自己。3月19日，刘吉手直播时听到葛西疑似官宣恋情，当场情绪失控下播，反复追问，语气变急，短暂语塞，到最后仓促结束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热搜很快就炸了，网友也看得很热闹，评论区一片在说这是少见的真实反应。这一段其实看着挺有戏剧感的，我们不妨就把它当做一个收尾来看就好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别人的人生，会觉得热闹，会有情绪起伏，但也别忘了回过头把自己的生活过清楚，把自己的节奏理顺。看别人只是给平淡的日常添一点点谈资，真正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把注意力慢慢放回到自己身上。你们说呢？你刚才说葛西有对象了，什么意思？在哪儿有对象了？说呀，那个什么 Lucky888说，官宣了，什么玩意儿官宣？在哪儿官什么宣啊？谁？哪有好人正常人找对象官宣的？宣什么呀？还宣呢？你多大干部啊？还官宣呢？上哪儿宣？宣啥呀？我下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买东西啊，记得买东西。小黄车啊，去我回头下播了，去我主页小黄车该买啊，拜拜。你刚才说葛西有对象了，什么意思？在哪儿有对象了？说呀，那个什么 Lucky888说，官宣了，什么玩意儿官宣？在哪儿官什么宣啊？谁？哪有好人正常人找对象官宣的？宣什么呀？还宣呢？你多大干部啊？还官宣呢？上哪儿宣？宣啥呀？我下播了，拜拜。
拜拜。买东西啊，记得买东西。小黄车啊，去我回头下播去我主页小黄车该买啊，拜拜。